大家好，我是 T 老师。从今天起呢，我们开始研究一下 NPC 和 AI 系统。AI 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玩家在游戏中的这个体验的好坏啊，所以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呢有一定的难度，包括一些这个经验方面的难度。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准备一下 NPC。之前呢，我们在这个 Blueprints 底下建了一个 NPC 目录啊。有一个 BPNPC， 然后这个作为这个鸡肋，然后产生的一个子类叫做 NPC Rock 那个石头，但你可以留着，或者是直接把它删掉也行。我们把它呢这样子把它移动到 Characters 底下啊，因为我们的 NPC 其实也是角色啊，也是角色，所以呢把它名字也换一下，换成 NPC。好，这块石头呢还是留着，或者是单独你给它新建一个目录吧。新建一个目录丢进去，让我们放在这有点碍眼。好，你可以观察一下这个 NPC 这个蓝图。之后我们所有的 NPC 都基于这个类，而且它是基于哪个类？基于角色这个类，所以你看它会有这些基础的东西都是继承过来的啊，包括角色移动。然后呢，之前我们写了一个伤害，会有伤害，然后伤害之后会在头顶上冒出一个这个文本，然后在伤害之后，然后销毁。如果 HP 小于等于0了，就销毁。OK， 有了这些东西以后，我们把它，另外它还有2个这个变量啊，这是我们之前做的这个 NPC 的类。现在我们来一些 NPC， 第一个 NPC 我希望什么呢？它希望是一个，我们就用这个大象吧。对，大象，或者是我们另外一个，这里有个 African Animal Packs， 我们之前用了大象，这个时候我们用另外一个，看看 Zebra， 看看哪个凶一点。犀牛，我们用狮子吧 ，Lion。同样做大象一模一样的方法，我们来做一个狮子的 NPC。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回忆一下。首先，我们是不是需要将它的骨骼网格体和它的骨骼给复制过来？我们新建一个 NPC 的文件夹，叫做 Lion， 我们叫 NP， 换个名字吧。这个叫做Leo， Lion Leo 啊 ，Lion Leo。为了跟之前这个区别一下啊，给它取一个名字，然后将它的骨骼网格体和骨骼我们都把它复制啊，我们再新建一个文件夹。第一个是 Mesh 网格体，然后第二个是它的动画，对不对？首先把网格体拿过来，复制，好，拿过来以后改一下名字 ，Lion Leo。同样的，在这个后面也加一个 Leo。复制过来以后呢，重新给它指定一下骨骼，指定刚刚我们的 Leo。好，这样子网格体过来以后，再将它的动画动画部分，看看我们要哪一些动画。首先，这个待机，同样的啊，大象的那个混合空间，实际上就是把这个一模一样的做一遍。跑步 run L run R， 然后走路 walk L walk R。OK， 把这几个啊，我是按着 Ctrl 键来进行多选的，把它重定向给我们的 Leo， 对不对？另外把前面的 Anim 换一下，换成看一下 Anim， 把 Anim Lion 换成 Line Leo 啊，好，把重定向到 NPC Line Leo 的 Animations 底下。好，这些步骤呢，我们做过很多次了，所以稍微可以快一点的讲。
好，有了这个东西以后，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拿大象？大象的这个 character， 它实际上我们是拿着小白人的 character 改的，对不对？我们同样的方式，我们把它拿过来line 6，把它复制过去，在它的基础上改，对不对？选择一下这个 mesh 啊，首先我选择是这个 mesh， 在这个地方把大象的 mesh 改一下，改成狮子的，然后它没有象牙去掉。另外蓝图啊，它没有动画蓝图，所以呢，我们得给它新建一个动画蓝图。这个动画蓝图呢，我们不能直接拿这一个来复制，因为动画蓝图动画都只能重定向，不过这个大象重定向过去呢，动画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得要新建一个动画蓝图，基于它新建一个，对不对？所以呢，新建一个动画蓝图，然后使用 Leo 这个骨骼 line Leo anim BP， 好，然后它也改一下，叫做 NPC line Leo。或者是呢，你直接 line Leo， 也行。好，它的动画蓝图我们可以里面大量的内容都可以从大象这个地方来复制啊。首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需要新建一个混合空间，放在这个这个底下啊，它是大象的，它是狮子的这个run idle run 待机和 run 的一个混合空间。好，快速的将这一个放到同样的方式啊 ，work run， 然后向左走，向右走。向左跑，向右跑。好，这样子呢，我们就快速的完成了这一个，保存一下。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保存。然后再到它的蓝图部分蓝图部分这一部分是不是我们全都可以一下子都复制过去，对不对？大象的，因为大象狮子的这一部分的操作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呢，直接抄过来，然后连一下把这个删掉，编译。没有的这一个呢，都把它给建起来，然后包括 speed 提升为变量，因为都缺失了这一些，提升为变量。这一个把空格去掉，再编译。OK， 这样就连起来好，我从大象那边一模一样的复制过来，同样的状态机呢没有办法复制，所以呢我们要这边快速的来新建一个状态机，还记不记得？给这个状态机的名字取一个 default 连进来，然后状态机这个地方新添加一个状态叫做 idle run 看不见OK idle run 进来播放这一个混合空间，对吧？这个混合空间这个地方还没有改首先是第一个是它的速度，水平是它的 direction， 垂直是它的速度。速度呢从0到600，方向呢从-120到+120。好，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这一个混合空间。这是大象direction， 然后 speed 连过来。
好，这样子呢，我们就快速的完成了一个角色。这头狮子把它拿出来一下，把这个狮子拿出来。多余的这些框框，因为是从大象那里拿过来的啊。大象那边呢有一个这个 box。哦，对，我们把它的父类也要改一下，这个地方没有改父类啊。父类改成 NPC， 对不对？在类设置里面把它改成 NPC。好，这些步骤之前其实我们都有做过。哦，这是那个象牙的我们去掉啊。好，这个胶囊体我们也可以稍微改一下，这头狮子的胶囊体。这个东西可要可不要吧，反正它也不会在游戏中显示。把它的胶囊体的这个半径，我们稍微还可以放大一点，然后这个高度差不多就，或者是呢，我们可以新创建另外一个胶囊体，更加符合这个狮子的，我们把它选，把这个胶囊体用作狮子的碰撞。这样旋转一下，好，这个主胶囊体呢，把它变得最小就好了，放在里面就不行，没问题了。好，这样子我们就快速的来准备了一个 NPC， 但是呢，它现在还只是人来控制它啊，还不能是让 AI 来控制。接下来看如何来快速的来了解 AI 控制器和用 AI 控制器来控制我们的 NPC。创建好 NPC 之后啊，有几个点要补充一下，上个视频没有讲完的。首先，网格体这个地方需要使用动画蓝图啊，如果你不使用的话就没有动画，这个小心大有问题不当。也能够发现这个问题。另外呢，我们这个胶囊体组件啊，需要让它放在这个起角屏的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可以把这个网格体稍微往上面移一点，正好到角这个地方。这样子呢，这个狮子我们运行一下，控制一下，这个狮子才不会陷到这个图里面去啊。好。当狮子可以跑动之后呢，现在我们还是人来控制，我们需要让 AI 来控制。如何让 AI 来控制我们这头狮子呢？你需要一个叫做 AI 控制器的东西。如何创建一个 AI 控制器？在蓝图底下，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夹，叫做 AI， AI。然后呢，我们再新建一个蓝图，在这个所有类这边选择 AI Controller，AI 控制器。好，选择之后呢，给它来一个 BP， 然后 NPC 的 AI Controller，NPC AI Controller 啊。好，这个 AI 控制器就是专门用来控制所有 NPC 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指定给 NPC 的这个父类，这一个对不对？这是所有 NPC 的父类。我们进去以后，选择 NPC 自身，在这边找一下 AI， 你就能够看到这里有个 AI 控制器类，把这个 AI 控制器类换成我们的 NPC AI Controller 啊 ，NPC AI Controller， 好就 OK 了，编译保存。这样子我们就给所有的 NPC 都指定了一个 AI 控制器，但是如何用这个 AI 控制器来控制它的各种行为，我们接下来再看。好，有了 AI 控制器之后，我们先来一点比较简单的控制，让这个狮子跑向到某一点，比如这里，然后再跑向这一点。怎么来实现呢？首先补充一个问题有一个小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 Lion Leo 是从大象那边复制过来的，但是呢，你看，比如说我们的 NPC 这个父类，
它虽然是已经继承了，但是我们丢失了点东西，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要找到 NPC 这个类 ，NPC 这个父类，然后点右键创建指南图类。好，不改它，我们双击进去，你会发现，在这个事件图表这个地方，所有的子类都会先执行父类的什么 begin player 开始运行，或者是父类的这个 tick。但是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是直接从那个大象复制过来，所以后面是没有的，是空的是空的。所以呢，我们得要补充一下，你可以把这一边全部复制到这个狮子的这边来，然后同样的这个 construction script 一样的我们需要把这个 construction 的父类复制到这一边才有。好，这样子才能修补了我们丢失的东西。那这个关掉。那么接下来呢，就可以如何来使用这个 AI 控制器来控制呢？首先我们跑到父类里面来。为什么要跑到父类里面来？是因为我希望我的 AI 控制器呢，让所有的我的 NPC 都能够拥有。好，看一下，首先获取一个对自身的，然后再获取 AI 控制器，然后将这个控制器转换成 NPC AI Controller。好，连起来，把它提升为变量，把这个前面 ASBP 把它去掉，就叫 NPC 的 AI 控制器。然后这样子的好处就是，所有的子类都会有一个 NPC AI Controller 这个变量，我们拿到这个变量就可以干各种事情。OK， 编译保存可以关掉了可以关掉了。然后到子类里面来，子类里面的这个事件开始运行。我们先做一件事情，就是将父类的 NPC AI Controller 拿到手。然后呢，第一个 AI 动作叫做 Move to Location， 移动到位置。好，拿出来，给它来个延迟吧，2秒钟之后才移动到这个位置。好，移动哪个位置呢 ？Destination 这个地方有，我们可以添加一个，比如说添加个什么呢？我们添加一个公告板嘛，然后将这个公告板换成 Location 1，然后把拖出来，获取它的位置，获取场景位置，然后跑到这个位置。就是让这个狮子跑到我们公告板的这个位置。好，为什么要用到这个公告板？是因为我们编译保存一下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点一下狮子，然后再把这个地方往下走，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location 1公告板组件，我就可以在这个场外来进行移动。你看，我把它移动到这个位置，OK， 我们点一下。这还有一个点，就是这里有个 use pathfinder 把这个 pathfinding 我们把它去掉，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任何导航数据，之后会讲导航数据好，我们再来看运行，2秒钟之后，这个狮子就会开始跑到这个位置当然，你也可以加更多的点，比如说我们再来一个点 location 同样的方式，后面复制一下。只要将这个 location 1换成 location 2就可以了，对不对？我们将这个 location 2，这个地方少复制一样东西编译保存。好，拿到 location 2，可以再移动到这个位置。所以2秒钟之后，它会移动到这里。然后再移动到这个位置。OK， 这个呢是最简单的叫移动到指定的位置。
有些时候还是有点用处的。当然，这种方式呢，在 AI 里面是最基础的啊，用处不会太大。接着再看另外一个，刚刚我们是移动到指定的位置，我们暂时先把后面去掉啊。现在我需要让这个 AI 控制器来控制移动到某一个物体，比如说我们的人物。好，如何来呢？去掉它 ，Move to Actor， 移动到 Actor 啊，移动到 Actor， 这个很好理解。把 Location E 和 Arm 呢就不用了，这里有个 Goal， 就是移动到哪个目标呢？获取我们玩家的 Palm， 对不对？然后选择这里，然后把这个 Use Pathfinding 把它去掉。好，编译保存。这个时候，它就会2秒钟之后奔向我了啊，奔向我了啊！赶紧跑啊，赶紧跑！好，它为什么没有跟呢？是因为它跟到我了之后，它就会自动不再跟了，因为它只是在开始运行里面，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放在 Tick 里面，让它不断的跟随，让它不断的跟随。编译保存，好，运行一下。这个时候它就会不断的来跟着我跑，而且跟得很近啊，而且它会把我撞飞，你看把我撞飞了。为什么跟这么近呢？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参数叫做 acceptance ratios， 我们需要将这一个可接受的这一个半径把它改小一点，比如说改成100，这个时候它就不会靠我太近了。我们再点运行看一下，这个时候它就不会太近了啊，但是呢还是会一直跟着。所以这个 acceptance ratios 的作用啊，就是起到足够靠近则完成移动。靠近到什么程度呢？靠近离我们的物体有100啊，所以就1米的距离。我们用 AI 控制器能够将这头狮子移动到指定位置，或者是移动到这个某个 actor， 但是呢会有个问题，我们随便拿一个阻挡物啊，把之间这个距离挡起来，我们再点运行看一下，你会发现这头狮子过不来，除非让我们中间没有这个障碍物，它才能过来啊，所以。这很明显不是我需要的，我需要什么呢？这头狮子能够自动寻找路线啊，越过障碍物。如何来实现这一点呢？点创建，放置 Actor 面板，我们加一个东西啊，找 Nav， 有一个叫做导航网格体边界体积，把它拖到场景中。这一个体积呢，就是能够帮助 AI 来计算。这个路径绕过障碍，拖出来之后，我们把它稍微变大一点，10000的长宽，然后高度我们可以来个500左右。好，创建好以后呢，你可以按下 P 键，就点这个按下 P 键。选择这个导航体积，按下 P 键就可以可以看到哪一些地方能去，哪些地方不能去。像这一些地方就是被阻挡了的。另外这些地方呢，是这头狮子可以过来的地方。好，出来之后，我们再点这一头狮子，进到狮子蓝图。之前我们把这个 Use Pathfinding 把它给去掉了，是因为之前没有导航数据，现在如果我们把它勾选起来，然后编译保存，这个时候狮子，你会发现它会绕开障碍物哪怕我从这边越过去，它也能够绕开。跳过来，可以看到这个狮子可以绕开障碍物了。好，我们使用的呢，就是这个叫做导航网格体边界体积来做一个导航。
当我们把这个导航网格体边界体积拖进来之后，会自动产生一个计算好的叫 Recast Nav Mesh 啊，这一个实际上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场地的这个导航。是不是可以更改呢？这里有几个值需要了解一下。首先，这一个最大简化误差，你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地方，如果不需要让它这么复杂、这么精确，我可以将这个值把它变成，比如说10，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它就自动忽略了这一大块啊，因为这个精度越高，它计算时间会越长，所以呢，我们可以将这个误差变大一点，是 OK 的。好。我们调回1，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单元高度，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树啊，它大概有这个100高度。如果我把这个单元高度，比如说变成100，你会发现我们的导航会覆盖这个数目，因为有一些 NPC 它是可以什么，可以攀高的，所以呢，如果对于那些可以飞啊、会跳啊这类 NPC， 我们就需要将这个单元高度更高，用来覆盖这个垂直高度啊。当然，像给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是绕过一些比较高的，像10以上的，我们就全部都绕过啊。好，这是这2个比较重要的，其他部分呢，你都可以尝试一下啊。好，前面呢我们添加了这个导航网格，使它能够自动寻路，但是在前面这个让狮子移动到指定位置或移动到某个 actor 啊，这样它也是 AI 的功能，但是呢它不是真正的 AI， 真正的 AI 呢还是需要自己这个思考过程，然后遇到什么东西触发了什么事件啊，就是要有一定的这种应激反应。如何来创作真正的 AI 呢？做几个准备，首先。我们在蓝图里面找到 AI 新建的这个，在这个 NPC AI Controller 这个地方，我们创建一个新的子蓝图类，用来做什么呢？它是 NPC 的 AI Controller， 用来专门给狮子Lion Leo 创建的这个 AI 控制器。好。它不是指这一只狮子，而是指我们之后可能会出现的所有这一类型都会使用这个 AI 控制器。所以呢，我们再到狮子里面，狮子这个蓝图啊，我们需要将它的 AI 控制器额外再改一下，改成这个 Lion Leo 啊。好，创建好之后。还需要2个东西，我们干脆新建一个文件夹，专门用来放这个 Lion Leo 的它的 AI， 我们把这个丢进来创建2样东西，点空白处点右键选择人工智能，然后选择行为树。行为树是什么呢？先不着急，我们先把名字命好 BT。然后 Lion Leo Lion Leo 的行为树，另外还需要创建一个黑板，在人工智能这个地方选择黑板。好，黑板的前缀就用 Blackboard Blackboard， 在后面加一个 Lion Leo。好，有了这2样东西，这个才是真正的人工智能的 AI 的这个基础。我们先进到这个行为树里面。然后在这一边黑板资产选择我们刚刚新建的那个 Lion Leo 的黑板好，选择好以后保存，暂时先退出，然后再看一下黑板。黑板这个地方呢，现在这边里面什么数据都没有我也先不解释这2个是干嘛的，然后再到这个 AI 控制器里面进来。在它的事件开始运行这个地方我们来一个叫做 Run Behavior Tree 运行行为树。好，然后选择我们刚刚那个新建的那个 Lion Leo 的行为树。好，这样子呢，我们这几个步骤就将这3个东西连在一起了而且现在这时候狮子用的是这一个 AI 控制器，所以这个东西会根据
行为树提供的这个行为准则，去让这个狮子干各种各样的事情。好，那所谓行为树是什么呢？行为树就是各种行为准则，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写行为准则。然后黑板是什么呢？黑板就是这些行为准则需要参考的一些数值啊。我们随便先来一个，比如说我们现在来一个让这个狮子围绕着这个区域啊来巡逻，看见了什么东西，然后就扑上去啊，一个这样的 AI。首先让它先巡逻起来，所以我们就会需要使用到将这些巡逻的点放到哪里呢？放到这个黑板的里面啊，放到黑板这个值，将这些值放到这个黑板里面。于是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行为树里面获取黑板的值，来进行控制这头狮子。好，这么解释呢，你可能还是有点懵，但不着急，我们直接来写。直接来写呢，你就直接就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了。好，有了行为树，有了黑板，有了这个导航网格啊，导航网格体，有了这3样东西，我们就可以来编写这个行为树。看一下如何来编写行为树。首先确定一下行为树跟这个黑板连接起来了啊 ，Line Leo 的黑板。拿到行为树之后，我们呢可以看一下，可以从这个根节点出发往下走。这个时候有几个不同的一个 selector， 一个 sequence。我们边讲边了解。首先这个 sequence， 它叫一个序列。序列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它会执行一系列的事情，从左至右执行一系列的事情。如果那个节点成功了，它就会走到第2个节点然后以此类推。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怎么来思考首先我想让这个狮子能够在这个半径范围内进行巡逻的话，你就需要在它的半径之内随便来一个点，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叫做什么呢？叫获取一个点，获取一个随机点。但获取随机点我们这个地方没有怎么办？用蓝图自己来写，新建一个任务。这个好，我们先保存一下，放在这边，然后改一下名字。这个任务，这个 BT task 任务换成什么呢？换成叫做 get random location， 获取一个随机点。好。再在这个地方来看一下这个任务里面就有一个 BT task get random location， 它会先执行获取一个随机点之后，然后再 move to。 好，这里有个任务 move to 已经写好了的，将狮子移动到这个随机点上面，然后再来一个叫做 wait， 等待个2秒钟，正负 0.5 秒，2秒正负 0.5 秒的时候。就再走到获取第2个点，好，执行一遍，再呢获取第3个点，这样子就不断来执行，这个就是这个序列它起到的作用。我们再来看一下如何来完成这个任务 BT task。首先我们去黑板里面看一下这边可以点到黑板。黑板我们现在需要一个随机的值，这个随机的位置它是个什么？它是一个向量。好，黑板起到的作用就是为这个行为树保存各种值，用来作为参考比如说这个 random location 随机的一个值，保存一下然后双击进到这个任务里面来。这个任务如何写呢？这个任务具体要干什么事情呢？就是获取一个点，随机一个点狮子周围的一个点，将这个点保存进我们的黑板里面的这个 random location 好，我们来尝试一下。首先这个事件把它拿出来，这个事件呢叫做事件接收执行 AI 翻译的然后可以看到这个英文叫做 receive execute AI 就是谁执行了这一个事件
也就是我们狮子就能够获取到，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可以获取狮子的控制器 ，AI 控制器也可以获取狮子本身。好，拿着它干件什么事情呢？首先，我们获取狮子，对不对？因为我们要知道狮子在哪个位置，所以我们要将它转换成 line 狮子的 line 6啊，转换成狮子。于是乎，你就可以得到狮子的它的位置，对不对？获取 actor 位置，在这个位置，以这个位置为原点，来获取一个随机位置。我们来看一下，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个获取半径内可抵达的随机点，或者是获取可导航半径内的随机点。我们用这个啊，因为导航之外的呢，我们也去不了。好，这有个半径呢，我们可以提升为变量，然后在这个把这个东西打开，把眼睛打开，于是乎我们就可以在这一边在这个行为树这个地方来进行设置啊。先不急，我们还没有完成。好，拿到这个点之后。拿到这个随机点之后，我们需要干点什么事情呢？拿出来，我们需要设置黑板的 blackboard 啊，我们先把 blackboard 拿出来的向量，将黑板值设为向量。黑板的哪一个值呢？把它提升为变量。我们需要在外面去选择，对不对？它至于是哪个值项，我现在不知道。我先给它取个名字，叫做 random location 啊，随机的一个位置。然后将这个我们产生的随机位置传给这个黑板值，之后再 finish 完成执行。好，我们知道这个序列它是需要什么？完成，告诉它是否完成了，完成了它才会往后面走。如果没有完成，它是不断的在重复这个事件的啊。所以呢，我们需要将这个传给它，就证明成功的产生的一个值。所以呢，就完成了执行。OK， 编译保存，把这个眼键打开啊，好，于是乎你会看到这一边就会有个半径，然后有一个随机值，我们就选择黑板里面的这个随机值，对不对？然后另外半径我需要它找1000左右的啊，1000左右的。然后再看第二个任务，就是移动到我们刚刚获得那个点。现在移动到的黑板键是 self actor， 不对，我们应该是 random location 啊，随机的一个位置，实际上就是黑板的这个值，对不对？所以黑板和行为树它们分别是干嘛呢？行为树决定这一个行为准则，我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然后黑板是将这些过程中产生的值来进行保存，就是放在黑板里面啊。OK， 我们现在来执行一下，看看，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狮子啊，围绕着它的半径，它现在走得非常远，是因为它每一次都会产生一个新的这一个原点，然后围绕着新的那个原点来围绕四周。所以呢，这里得想一个办法。我不希望它这个巡逻巡得太远了，希望它就是从某一个开始的点，所以我们需要将这个任务这个地方，好，找到这个任务来修改一下。实际上，获取这个狮子的位置，我们只需要执行一次，对不对？如果你要执行一次，你有想到一个什么东西吗？叫做 do once 啊，只执行一次。我们把这些东西接在后面。另外呢，我们需要在它前面加一个叫做 sequence， 因为不能让这个 do once 阻碍了这一块啊，这一块是每次都需要执行的，所以我们把它连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断开一下。然后第一次执行的时候，它会将这个狮子的位置拿到手以后呢，我们把它提升为变量，对不对？这个叫做 origin 啊，原始的位置 origin， 我们就直接用 origin 吧 origin。好，拿到 origin 之后，每一次通过这一个 origin， 对不对？通过这一个 origin 来产生一个随机点，
给黑板啊，给黑板。好，我们再编译保存一下这一边，这一边不用修改，我们再来看一下狮子，这样子的狮子就不会走得太远。它咋没有动呢？好，检查一下啊。首先就按获取这个狮子，然后将它的位置保存 origin， 然后再用 origin。我看一下狮子这一边 ，random location 好，没有问题。我们点一下运行，看看这一边有没有执行。好，这个地方出了问题啊，就 move to random location， 不知道为什么就返回到 self act 去了。好，我们再保存一下，然后运行。可以看到现在狮子呢，正在看看它会不会走远啊 ？OK， 它基本上围绕了这一个范围。或者呢，我们检查一下这一个 task， 可以看到它没有执行这一块了啊，这一块它没有执行了，是因为只有第一次执行的时候才会获取到第一个点，之后就不会获取了。好，我们通过黑板和这个行为树啊，做了一个让这个狮子在一个限定范围内进行巡逻的 AI。这一部分呢，牵涉到两个，一个是我们新建了一个任务，另外这后面这两个任务是已经有的。还有呢，我们就使用到了这个黑板，在黑板里面创建了一个用来保存任务里面会使用到的值啊，比如说这个随机的位置啊，我们就保存在黑板里面了。因为任务和这个行为树之间是用黑板来交换数据的啊，用黑板来交换数据。OK， 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我们狮子呢现在有巡逻的功能的啊，巡逻的作用就是看到敌方入侵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人物啊 Libra， 如果靠近了狮子，在狮子的视野范围之内，就发出警报，然后扑向这个人物。如何来实现这一点呢？我们需要给狮子来添加一个视觉啊。好，如何添加视觉？首先，我们打开 AI 的控制器啊。因为所有的 NPC 都有视觉，所以呢，我们可以在这个 NPC AI Controller 里面加，当然你也可以加在单独给狮子来一个视觉。不过呢，这边我决定直接加到这一个 AI Controller 啊，它的副类，是因为无论是狮子还是我其他的 NPC， 它都有视觉。所以呢，如何添加？到蓝图里面来添加一个 AI 感知组件 ，AI Perception 啊。好，加好之后，我们看一下右边，这里有一个感官配置。添加一个新的感官 AI 视力配置，展开，可以看到实现的呢是视觉，然后视线的半径，我们可以稍微把它改小一点，1000之内可以看得到，然后失去视觉的半径，可以把它变成1200，然后次要视觉半角角度，这个我们90度就好了。另外有一个需要改的地方，就是按归属检测这个地方，我们先把敌方、中立方和友方全部都开启检测啊，因为我们暂时还没有分边，所以呢，把它全部给检测起来。另外，主导感官我们可以选择 AI Sense Sight 啊，视觉。好，就这么呢，我们就给狮子添加了一个视觉。这里怎么会有个运行行为树呢？看看狮子的这一个里面啊，狮子这个才有，这个是多余的，不需要的啊。好，添加完视觉之后，我们再需要到人物里面来，到我们的人物里面，在人物这一边呢，需要添加另外一个东西，叫做。我们再添加一个 AI， 叫做感知刺激源啊，
添加了这个东西之后，我们才能让狮子看得到啊，要不然是看不到的。好，这个呢添加完之后呢，这里自动注册为员，打勾一下，注册为感光的员，我们加一个 sight 啊，视觉，加一个视觉。好，这边比较简单，编译保存。这样子呢，我们就完成了啊，给狮子的 AI 控制器添加一个视觉，然后给我们的人物呢添加了一个刺激源，这样子，当我们走到狮子前面，就能够被狮子发现了。好，添加完这个视觉感知和感激刺激源之后，我们来试一下啊，人物走到这一个狮子前面，会有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写任何代码啊。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调试来感知 AI 的调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游戏中呢，你的 AI 通常会比较复杂，所以我们先来试一试看。好，点完运行之后，我们可以按下回车键的左边，就是那个双引号啊，双引号这个键，点一下就会看到有一个 AI 调试的这个界面。我这里有点挡住了啊。我把这个反射捕捉需要重建这个得先要关一下。Disable all screen， 这里已经有了啊 ，Disable， 好，可以把它关掉。好，我是按照我刚刚是按的1的左边进入这个调试 Debug 窗口啊。这个呢，很多玩游戏的同学都知道啊。通过这个键可以调出这个 debug 窗口。好，出来以后我们来看，可以看到左边有许多相关的信息。第一个 AI 打开，第二个行为树打开，然后第4个视感知，看到没有？我们可以通过小键盘按下视，可以把感知给打开，然后了解它的这个感知现在的状态。然后 AI 和行为树呢，我们可以先关了，或者我们先放在这里也行。好，按一下这个 Tab 键。你可以看到，这里可以通过 Tab 键来脱离开我们的人物。好，你现在可以看到狮子有一个框框，然后这个框框就是它的这个视觉范围，绿色的框框啊，红色的框框呢就是失去视觉的范围。好，我们再按 Tab 键可以回归。如果现在走到狮子的前面，好，你会发现有一个球，这个球跟着我跑，就是证明我在视觉范围之内。如果球没有跟着我跑，就在视觉之外了啊。而且它这里有一个叫 Age， 它的数字在动啊 ，Age 这个地方就是它失去视觉的时间，没有在视觉之内。好，进来以后它又会变成0。OK， 这个呢就是AI 的调试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呢单独把它列出来，你得记住怎么来使用它。用回车键的左边双引号那个键要撇号。另外可以通过这个1的左边这个单引号呢来实现这个 debug 功能，控制台命令啊，这边控制台命令。还有呢，就是在 AI 的调试里面，通过这个 Tab 键 ，Tab 啊 ，Tab 键，能够脱离我们人物的控制来看一下全局，好，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好，接下来看重要的部分，如何来编写这个视觉感知的蓝图，然后包括行为树。首先，我们可以把行为树狮子的这个行为树和黑板，把它拿出来。另外呢，你可以将蓝图写在父类也可以写在这个 line 这个 AI control 里面随便写哪里。但是呢，因为我这边我准备让所有的 NPC 都有视觉，所以呢，我可以写在这个父类里面。然后有同学问，他说我父类里面已经确定了它的视觉半径是1000，然后失去视觉半径是1200。那么狮子，我想单独的小一点可以吗？单独来设置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跑到狮子的 AI 控制器里面，你会发现 AI Perception 这里有个继承，你在这个地方可以单独来修改。比如说它的视觉只有500的600，好，编译保存。
它不会影响父类，看到没有？到了父类还是1000和1002，子类可以单独的来设置它的某一项值。OK， 这是其中的一个点啊。我们再继续讲，在 AI 控制器里面来实现这个感知组件的蓝图编写，如何来完成呢？首先点 AI Perception 往底下走，这里有个目标感知更新时，点一下。这一个事件就是当我们的食指看到了我们人物，或者是失去视觉没有看到我们人物，都会运行这个事件。这里有个 stimulus 我们把它给展开，分割开，可以看到跟感知相关的各种细节这里有一个 stimulus successfully sensed， 就是是否成功感知。我们把这个值拖出来 ，if 我们来个 if 分支，如果感知成功了 ，true 就是看到了，如果 false 就是没看到，对不对？看到了谁呢？这里有个 actor 有个 actor。如果看到了，我们就将这个值 cast 成我们的主角 Libra 主角 Libra。好，如果看到了我们的主角，把这一个线把它给拉直一下。如果看到了我们主角，就看能不能转换成功。如果转换成功了，就证明什么是主角。于是乎，我们就把它给装进，好，添加一个什么呢？叫 get blackboard， 获取黑板，然后再将黑板里面的一个值来赋值。我们跑到黑板里面去先跑到黑板里面来。之前我们给黑板加了一个 random location 确定一个随机位置。现在我给它来一个新的值，叫做 object 的这个类型。这 object 是所有蓝图所有类的基类、父类所以呢，它代表所有东西。给它取一个名字叫做 target character， 目标人物它看到了这个目标角色有个空格是 OK 的。另外这一边把这个键类型展开，选择 Libra character 我们的主角的那个类，这样子就可以将我们的看到的主角装进这个值了装进黑板的这个值。好，我们再跑到这边来，保存一下跑到这边来，这边就可以设置什么呢 ？Set object， 刚刚那边是 object 嘛，这边就可以 set object。我们先看一下 set。你看可以设置布尔对象、浮点类等等这些值实际上就是和这边一样的，对不对？好，我们来设置刚刚那个 object 值，设置为对象，然后连起来，放这里吧。然后这里有个 key name key name 我们把它也提升为变量。这个 key name 实际上就是我刚刚的那个target character， 对不对？把它复制一下，这个命名就是我们 target。好，名字已经取好了，就是 target character。对。好，这个是通过什么？这边的这一个名称来进行复制的。然后给谁装进去呢？把它装进去。这样就 OK 了。好，稍微整理一下。好，再看，如果 false， 这证明什么？失去了视觉。失去视觉，我们需要将这个值来清空。所以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 clean 清除数值清除数值。同样的，还是使用这个 target character， 对不对？清除 target character 里面的值，然后连接到 false。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两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是看到了，将这一个 character 填充，然后没有看到就将它清空，编译保存。这个时候我们就完成了蓝图部分的编写，然后再看到黑板，回到黑板和行为树这边。我们需要对它进行
一个判断了，就是什么呢？好，把这个巡逻部分先放在左边，然后这边添加一个新的东西，叫做 selector。之前我们用了这个 sequence 的特点就是从左运行到右，如果发现有一个节点运行不了，它就不执行下去了啊，就拼命的执行这一条。但是 select 却不同，它也是从左至右，但是它会什么？一旦这一条执行不了，它就会执行第二条。如果第二条执行了就执行，执行不了又会跳到第三条。这个是 select 的作用啊。sequence 就是它会卡住，但是 select 是因为执行不了，所以我会跳到前面去啊。OK， 我们可以把它指向先进行巡逻，对不对？先进行巡逻。但是呢，这个时候有一个条件就需要判断了。怎么来判断呢？我们得先又介绍一个新的东西，在这一个每个节点上面有一个空白处，然后下面也有一个空白处。我们在这个上面的空白处点右键，然后添加一个叫做装饰器。什么叫做装饰器呢？你先添加一下看一看 blackboard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判断。如果我的黑板的 target character 没有设置，未设置，看到没有？未设置，就是这个 target character 没有设置的话，我们就会执行下面这些东西啊，又返回去给 select 的就是 true， 这一段是可以执行。那么如果可以设置的话呢，我们是不是好把这个复制过来，复制粘贴过来啊？这一边就是什么？已设置。如果已设置证明什么？我们看到了人物，对不对？没有设置就证明没有看到人物，已设置就是证明看到了人物，所以这边实际上就是看到了。看到了干嘛呢？看到了就 move to 到哪里啊？到 target character。好，两条啊，这边巡逻是因为 target character 为空，如果是有的话，好，它就会追向这一个。我们保存来看一下，运行一下。首先，这个狮子没有看到我。如果我近一点啊，好，它就会来追我。为什么我要走那么近呢？是因为我刚刚把狮子的这个视觉改的比较小了。我们还是改回原来的1000的1200。现在是没有看到我，它不会追向我，但是一旦近一点啊，然后它就会来追我。我们把它的视觉再大一点，我感觉有一点点奇怪，是吧？我们把它到1500的1700，这样子它的视觉会更加广一点啊，正常一点。好，我们现在靠近它，然后它发现我了，我们就赶紧跑。好，同样的，它靠得太近了，会一直追，所以我们还需要将这个 move to 的这一个可接受半径啊，把它给稍微大一点，调到100，和我们之前的一个 acceptance ratios 是一样的啊。这里的 move to 和我们的蓝图里面的那个 move to location 和 move to actor 是一样的，这样子呢就不会跟得太近。好，现在跟到了啊，跟到了，但是呢还没有攻击我，我们需要给它加一个攻击。我们完成了这一个狮子的 AI 的行为树，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点运行，然后走到狮子的面前，它怎么不往这边来呢？看一下我，好，他现在看到我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他待了那么2-3秒钟之后，他才往我这边方向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希望他看到我以后马上就反应，马上就跑向我这一边，对不对？是因为当我们这个 target character 改变之后，他还在执行下面这些任务，
它得全部执行完之后才会跑到这边来追逐我啊。所以有一个点我们需要改变一下，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里有个通知观察者，当我们的结果改变时，也就是这条结果改变的时候，我们需要终止地下的执行。终止什么呢？终止自己，将自己马上终止，然后跳到这边来。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如果它失去焦点，马上就会跳到这边来，对不对？所以我这边也需要把它改成终止 self 啊。终止的意思就是停止执行下面所有的东西，然后跳到下一个。因为 select 的作用就是当这个不能执行的时候，它就跳到下一个了啊。我们这一次再来运行一下，可以看到我还刚往那边走，它就发现我了，而且马上就跑过来了。我们再来试一试啊。现在狮子往这边走，当它好看到我，马上就会往这边跑啊。刚刚好像有一点停顿了一下，我看是不是这个原因。OK， 它基本上没停顿啊，一看到我马上就往这边跑了。好，接下来再实现一个功能，我希望这个狮子在巡逻的时候比较慢啊，可能速度也就是100、200左右。但是它在看到我追逐的时候，突然来加速来跑，这个功能应该怎么来实现呢？好，我们到行为树来，有2种方法可以实现。第一种方法呢，就是使用这个任务，我们可以新建任务，将狮子的速度降低下来，或者呢，我们可以使用另外一个啊，我们来引荐一种新的方式，叫做服务。这一个节点可以添加到。像我们的装饰器一样，可以添加到这个 sequence 或者是其他这个地方来进行判断或返回某一个这个 true false 的值，来控制这个 selector 或者是 sequence。好，像设置速度啊，我们可以来在这个地方来新添加一个这个服务，看一下如何来呢？新建服务。好，新建好之后呢，我们还是到这边来改一下名字啊。这边这个服务的名字 BT Service， 然后改成 Set Lion Speed， 设置狮子的速度啊。好，进去。同样的，和我们的那个任务啊很类似，也需要执行一个No AI Event。这里有一个叫做事件接收启用 AI 的事件，就是当接受的那一瞬间啊，执行一次，当然也可以 tick， 跟我们其他蓝图也是很类似的啊。这个就是那个 begin play 开始运行的那个很类似，我们就可以用这个control palm 就是食指，把它转换成 Leo， 设置它的这个角色移动，对不对？首先我们获取它的角色移动 ，character movement， 设置它的最大速度为 max speed， 设置它最大的行走速度为多少呢？为1个，提升为变量，最大行走速度放在这里就好了。或者我们把它改成英文啊，这变量名称尽量是英文。Speed， 然后把它的眼睛给打开，眼镜打开之后变成公有变量啊，这边就能够看到，我们添加一个新的服务 BT Service Set Lion Speed 啊，就可以设置这个狮子的跑步速度，设置为多少呢？比如说120，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的，追逐嘛，肯定得要快一点，所以把它设为400，设为400。所以它在巡逻的时候就是120的速度巡逻，一看到我的时候呢，就会用400的速度冲向我。好，看一下，点运行。现在你可以看到它现在巡逻的速度慢下来了啊，只有120的速度。然后当发现我的时候，400的速度比较慢啊。稍微快一点吧，还是600吧。现在速度很慢，当好，发现我之后，马上就很快的速度来追逐我。
所以呢，我们引入了一种新的这个节点啊，我们称为服务，来进行一些设置、一些参数的一些设置。当然，它还有其他更多的功能，之后我们会讲。这个地方呢，我们是通过这个服务来设置狮子的跑步速度啊。好，来把它给注释一下。接下来呢，我们来实现这个攻击功能，就是跑道之后，我们来需要就进行攻击。为什么要用这个 sequence？ 是因为没有跑道，它就会一直跑。如果跑到了，就完成下一个攻击，对不对？好，待会看怎么来实现。好，我们继续来完善这个追逐。为什么要用这个 sequence？ 是因为当我们追逐到了之后，完成了这个节点，它才能往下一步。下一步什么呢？就是攻击。在做这个之前呢，我们需要准备一下狮子的攻击的这个动画与蓝图。我们找到这个 African Animal Packs、Lion Animal Animations，攻击。我们就用这个Class Attack， 还有这个，不要用嘴咬了，就用这个，对，用这个好一些。将它从定向动画给我们的狮子 Leo， 替换一下名称，叫 M Line， 改成 Line Leo， 放到 Libra， 放到这个 NPC Line Leo 的动画目录下，从定向过去。好，这样子呢，我们就有了这个狮子攻击的这个动画。同样的，我们得完成它的动画蓝图，给它新添加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呢，就叫做攻击，叫 claw， 爪子攻击啊，爪子攻击。同样的，有回来的这个步骤。如何来决定它的攻击呢？用一个 is claw attacking。是否是在用爪子来攻击？然后回来就是它 not。好，这些部分我们就快速讲了，因为之前讲了很多了。然后爪子攻击就使用到这个 cross attack 的这个动画。所以呢，编译保存一下，我们可以预览一下。当这个就进行攻击啊。好，然后再到狮子的蓝图里面人物蓝图里面，我们来添加一个新的事件，叫做什么呢 ？Add custom 添加指令叫做 claw attack， 爪子攻击。实现起来呢也很简单啊。首先我们在这个它的开始运行里面，把它的动画蓝图给拿出来，变成一个变量获取到网格体的动画实例，然后将它变成一个变量，就是它的动画蓝图NMBP。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来设置它的 isClaw custom。首先转换一下，no， 在上面转换好，在这个上面转换好cast to line， 这个去掉，把这个提升为变量。这就是狮子的这个动画蓝图。好，再在下面呢，就可以获取到它的 is attacking 来进行攻击。
变为 true。好，动画播放之后呢 ，delay 个大概0.1秒钟，然后再把它变为 false。好，先把动画部分决定好，搞好啊。之后呢，我们还需要给这个蓝图。有了动画，实际上就是用这个 capsule 胶囊体碰撞啊，来实现对人物的攻击。所以我们可以来添加一个这个 on component begin overlap 啊，当这一个胶囊体，也是我们这个身体的胶囊体触碰到人物的时候，我们就对人物来进行一次应用伤害，对吧？好，找到这个，把它首先看一下是否撞的是这个人，撞我们的主角。如果是主角的话，我们就应用伤害。然后这一个伤害的值呢，我们可以把它提升为变量。这个叫 claw attack damage 啊，我们让它默认值为10，每次伤害10点。好，做一个这个简单的伤害。好，我们准备好这个攻击动画之后，看一下这个蓝图，稍微修改一点点问题。首先，这个 capsule 实际上可要可不要啊，因为我们从这个BT 行为树这边可以获取到我们的这个目标人物，所以呢，实际上不需要用到这个 capsule， 我们可以把它给去掉，留下这个伤害。如何来伤害呢？首先，我们把这个 claw attack 事件添加一个输入啊，这个输入就是叫做目标人物，然后它的类型是 character 角色啊，只有角色才可以受到伤害，所以这个地方就会有个角色了。好，我们把动画呢分成2个部分，首先 0.5 部分 ，0.5 就是让这个狮子抬起来，之后呢。0.5 呢，就是让这个狮子下去，在这个中间来进行攻击，对不对？好，我们把应用伤害丢到前面来。好，攻击谁呢？攻击他，攻击这个目标 character。好，修改好了这个攻击蓝图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如何来实现。啊，我们就没有用到这个碰撞体了啊。直接用这个行为树来获取这个人物，然后攻击这个人物，将那个人物传到 target character 里面。好，看一下攻击的行为树如何来完成。这一边首先我把这个注释部分改成追逐与攻击。首先呢 ，move to 就是追逐到我的人物，只有追逐到之后才会要完成到攻击，所以我们用 sequences。好，添加一个新的任务。在这一边新建任务，和我们之前的任务一样啊 ，execute 执行接收 AI， 然后将这个 controlled palm 控制的这个 palm 实际上就是狮子，对不对？我们的狮子来执行一个 claw attack， 好，这一部分很简单，但是呢，它需要提供一个目标啊，我们先不着急，先把它完成 finish 完成执行，然后点个 true 啊，这个步骤也是必须的，是因为我们要告诉它这个步骤完成了，我们需要往下走。好，如何来获取这个 target character 目标人物呢？我们添加一个变量，首先把那个眼镜打开啊，这个变量的名字就是 target character， 但是它是叫什么呢？它叫黑板键啊，我们将会从黑板里面拿取这个值，拿出来，把它转换成什么呢？转换成 get 获取黑板键作为这个对象啊，把这个对象再转换成我们的角色。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转换成 Libra 也可以，就是只会对 Libra 进行伤害，或者是呢其他角色也可以，比如说狮子作为我们的同伴，它可以帮助我们攻击其他人啊，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们直接转换成 Character， 因为无论是好人坏人都是 Character 啊。
好，把它连起来，这个时候将它传给这个 target character。好，把它摆整齐。我们再来，编译保存，这一边这边可能是没有编译啊。我们找到这个 line 这边编译保存一下，然后再到这个任务编译保存就 OK 了。好，把名称改一下，这里有一个新加了一个任务，我们称为 line Leo 的 claw attack 爪子攻击，好，然后再到行为树，追逐到了之后来进行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 line Leo claw attack。但是呢，我们需要给它指定一个什么？指定我们 target character。这个 target character 实际上就是我们之前从黑板里面已经设置好了的，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人，用视觉看到的那个。好，攻击完了之后呢，我们 wait 个大概0.5秒钟进行第二次攻击，保存。注意啊，我这里把速度改成了400，如果600呢，我们的人物就完全逃脱不了了。这个游戏也太难了，所以我改成了400。我们现在来试一试。现在狮子在这里看到我，然后呢来追逐我，我先让他追到，攻击我。好，攻击了2次，这个 wait 的时间可能需要稍微长一点，然后先跑掉。我们只要离开它的这一个视野范围啊，它就不会追逐了，它就回到原来的巡逻的地方去了。好，我们把这个 delay 的时间稍微，这个 wait 的时间稍微变长一点 ，wait 个2秒钟再攻击。好，我们再来试一下。这刚刚为什么没有 ？OK， 现在是没有进行多次攻击了。这个 move to character 这个可接受半径，我们可能还是稍微把它加大一点点啊，要不然会穿模。好，我们点运行。好，现在来追我，然后攻击我，好，跑掉。好，逃离它的这个视线范围啊，我们就可以摆脱了。狮子的这个视线范围，刚刚我呢也做了一定的修改。我们看一下狮子的 AI 控制器，它的这个 AI Perception 里面，视线半径和失去视线的这个半径，我都把它改成了1500啊，都把它改成1500。好，这样子呢，我们就完成了这一个攻击的行为树。前面呢，我们使用了装饰器和服务啊，包括新建的一个服务，来完成了更多的这个行为树里面的功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优化一下这个巡逻，同样的还是使用更多的这一个装饰器和服务节点来完成。如何优化巡逻呢？我希望这个狮子它时不时巡逻，时不时又休息一下，时不时干一些其他的事情，这样子呢，能够让这个狮子更加自然一点啊。好，如何来完成呢？首先我们给这个狮子准备一些其他的动画。在 Lion Animation 里面，我们可以将这个 Go to Rest 和这一个 Resting 把这2个呢从定向过去。好，这一部分因为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呢，所以我们快速来完成。改一下名字 ，Line Leo。好，从定向过去。
另外，我们还需要改一下这个动画蓝图部分，对吧？将这个状态机加2个新的状态，第一个是 go to rest， 然后呢再到 resting， 然后再回到默认状态。好，这里就需要两个 is going to rest， 还有一个是 is resting。那我们来快速来设置这一些啊。首先将这个 go to rest 放在这里，然后 resting。另外 go to resting， 这里从 rest 从 go to 到 resting 呢，我们就用这个 is resting， 然后回归正常呢就是 is resting not。好，我们可以来预览一下。好，这个过程大概有个1秒、0.7秒、0.8秒左右吧。好，准备好动画之后呢，我们可以进到这个食指的蓝图里面来，给它添加2个自定义事件啊。第一个呢是 rest，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对吧？叫做什么呢？叫做 on rest。或者呢，我们叫做 cancel 取消 rest， 啊，更加容易理解一点。休息和取消休息。好，这一部分我们快速完成，将这个动画蓝图里面的 is going to rest 先把它打开，大概 delay 个0.8秒。之后，这个 is going to rest 取消，但是呢，它的 is resting 就开始。好，这个是休息的，取消休息呢，就直接把这个 resting 把它取消掉就好了。好，编译保存。然后再回到这个巡逻这一块，啊，看一下如何来实现时不时巡逻，然后时不时呢又休息啊。当然，这些是谁决定它是休息还是我们用随机啊？随机来决定。回到行为树这边啊，我们来修改一下这个巡逻的这个行为。首先把这3块给稍微拖下一点，因为这个就是巡逻，对不对？我们拿一个新的 sequence。指向它，新的 sequence， 然后让它指向这个 sequence， 让它指向 sequence。另外，把这一个设置速度为120啊，把它放到这一边来。好，为什么要到这边来？是因为我们在休息的时候，这一个速度是为0啊，所以要单独来设置的。我们把它搬到这边来。好，这一边添加一个新的 sequence， 我直接复制粘贴过来。首先呢，我们得新建一个这个任务了。这个任务就是让狮子休息，添加一个 executive AI， 时间接收执行 AI， 让这头狮子首先转换成狮子 lion。让这头狮子什么呢？进行 rest， 对不对 ？rest， 然后 finish， 完成执行。好，这是这个做一个新任务的基本玩法啊。编译保存。我们另外需要进去把这个名字改一下，到 AI 那边。好，可以看到这边名字现在是这个 new， 我们把它改成叫做
line 6 rest。好，我们呢可以直接复制一份这一个。第二个叫做 cancel rest， 对不对？取消休息这个任务叫做。我们只需要将这个 rest 改成 cancel rest 就 OK 了。OK， 哦，这个 true 忘记打勾了啊，那边也是。如果不打勾的话呢，它就会阻碍这个执行。好，我们把这一勾勾选起来。好，然后到这边来。首先我让狮子什么呢？任务执行这个休息，大概休息个多少秒钟呢？休息个5秒钟。好，然后再让它 cancel rest 取消休息。另外休息的时候啊，速度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为0，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之前这个服务啊，把它设置为0。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这个狮子，首先是在动，动完以后再休息，好，休息5秒钟以后，好，它又在动，啊，又在动。OK， 这是完成了这一个休息的行为数，但是我希望它有的时候它是随机的啊，就是有可能多次休息，也有可能是多次这个进行巡逻。如何来完成这个随机呢？首先来解决一个这样的问题，这边的巡逻，我希望它多巡几次，至少要巡个3次才能休息。那如何来实现这一点呢？有一个这个装饰器的名字叫做 loop， 就是可以让它循环多少次？可以看到，假设我们现在就是3次啊，就是这一次这个巡逻至少要完成3次之后，才能进行这个休息。我们来看一下，运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在正在第1遍，休息，第2遍，巡逻第2遍，休息，巡逻第3遍。好，完成了3次巡逻之后这是等待，不是休息等待。完成了3次之后呢，它就会到这一边来，让狮子躺下，可以看到现在狮子躺下，好，又起来。来完成3次巡逻，这个呢就是 loop 的用法loop 的用法。好，现在呢已经可以3次巡逻1次休息，但是呢这样还不够自然是因为我想通过这一个节点来产生一个随机，让它可能是这个巡逻，也可能是这个休息。那如何来完成这个随机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来新添加一个服务，这个服务的作用就是产生一个随机添加一个服务。好，服务的这边呢打个 AI event， 可以来说这个接收启用 AI， 接收到那一瞬间就是和开始是一样的。我们添加2个变量，第一个变量就是这个狮子的这个行为 behavior， 狮子的行为，然后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黑板键黑板键。好，和我们之前做那个服务是很像的把它给打开。所以这里建了一个黑板键之后，狮子的行为，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一边也可以来黑板这行为数这边的黑板也得新建一个，但是新建一个什么类型呢？我们这里称为列举。什么叫列举？就是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第2种可能性和第3种可能性比如说狮子，它可以这个巡逻状态，它可以休息状态。这目前我们只有2个它就列表一样，所以我们用列举。这个在程序员里面叫枚举类型枚举类型，在这里翻译成列举。我们把它也改成什么呢？叫做狮子的行为狮子的行为。
好，然后到这边来，再需要新建一个，OK， 我们就不用新建嘛，就直接拿过来这个，然后设置枚举类型，设黑板值啊，将黑板值设为列举。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来创建一个枚举类型啊。我们在黑板这一边选择了这个列举，但是我们列举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把这个建类型给打开，这个时候有一个列举类型啊，我们把它展开，新建一个枚举，放在这个 Lara 底下的 Blueprint。好，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枚举这个类型啊。非常容易理解，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称为字节数啊，或者就是一个整数，有1、2、3、4等等。如你有多少个可能性，它就只需要把它列进去就好了。新建一个文件夹叫 enum 啊，这个是枚举的意思。然后呢，前面加一个枚举，这里称为我们的狮子的 behavior， 狮子的行为。好，双击进去可以来进行编辑。这个地方为什么啥都没有呢？看一下窗口枚举值啊，可能关闭了。我们新建2个，第一个呢叫巡逻，你也可以用中文，你也可以用这个英文 patrolling。然后第二个休息，我们用 resting 啊。好，这2个枚举保存，关闭。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的这个 line behavior 就只有2种可能性，第一种就是什么巡逻 patrolling， 然后第二种呢就是 resting， 这2种模式。好，所以到这一边，我们只需要什么呢？让它随机，这个只让它随机就好了。好，如何来随机呢？随机一个整数啊，我们可以用 random range， 好，这是我们之前有接触过的，我们随机范围内啊来一个整数。现在呢就是0和1。0就是第一种巡逻，1就是休息，随机把它丢进来。好，编译保存，然后呢然后改善名字啊，在这个地方 BT service 这个成为 random 随机一个 line behaviors 随机一个狮子行为啊。编译保存一下，然后到行为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添加一个服务了。这个服务的名字叫随机 line behavior。好，将这一个 line behavior 选成我们黑板里面的 line behavior， 对不对？这样子就能够产生这个黑板这个值就会可能是0，可能是1了。好，如何在这一边，在这边我们暂时先把这个 loop 去掉啊，这样方便我们观测。我们在这边如何来判断这个 line behavior 现在是什么呢？我们还是用这一个装饰器黑板，然后选择 line behavior。好，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有2个选择。如果它是 patrolling 就是巡逻，但这边啊复制粘贴，把它拖过来，这一边就是什么？这边就是 resting。如果产生的一个随机值为 resting， 它就休息；如果产生的一个随机值是 patrolling， 好，它就在这一边巡逻。好，这一边我们有2个知识点，一个是这个枚举类型，你需要理解，非常容易。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创建了一个这个服务节点来产生一个随机值。好，我们运行一下，可以看到现在狮子正在这个巡逻，观测好，现在产生了一个 resting 值，它就在休息了。好，这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卡住了，没有动，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是用的这个 sequence 节点啊 ，sequence 节点就是从左至右不断的执行，一旦发现执行不了，它就卡住了。现在什么？现在我们卡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因为它产生的是一个 resting 值，但是呢没有办法 patrolling， 所以我们需要将这个值改成这个节点改成 selector 啊，暂停 selector。把这个迁移过来，这个迁移过来，
重新指一下啊。好，为什么要用 select 这个地方要理解一下啊？因为 select 就是如果这个地方运行不下去了，我就执行下一个了啊。就每一次执行完之后，它都会重新再执行一次。所以呢，我们要用 select 而不能用 sequence。哦，行，再来看一下，现在这个值是现在是 resting 休息。可以看到现在是休息状态。5秒钟之后，好，现在是 patching， 因为它这个产生的是下一次值啊，这个是下一次值，所以下一次又到了 resting。好，现在下一次是 patching。它因为这个可能性是各占50%啊，所以它的这个正好是两边不断的切换。好，现在2次 resting 了，2次休息。好，3次休息，那又是休息。所以呢，就通过这一种方式啊，来产生可能是休息，然后可能是巡逻。现在虽然有了这个随机行为，但是我希望它这个巡逻的几率要高，比如说80%的情况下是巡逻，只有20%的情况下是休息。但是我们这里的随机，它是各占50%，当然如果你有5种行为，那也各占20%。但是我如何让某一个数啊随机产生的这个频率更高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0号就是巡逻，对不对？如何让这个巡逻产生的几率更高呢？这个地方我们推荐一个东西叫做权重随机，带权重的随机布尔，这是第一种方式。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呢，其实更简单，就是 random float 随机一个浮点数，它是0到1之间，对不对？如果这个数比如说大于0.2。它就有80%的情况下，对不对？80%的情况设为0啊，我们就判断就好了。或者是呢，你用这样一种方式也行，叫做 random weight 带权重的随机布尔。我们把这个地方来设为，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说明啊。例如权重等于6的话，它的60%的情况，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只要0.8%，对不对？我们设个0.8%。它就有80%的情况下视为 true， 所以呢，把它去掉80%的情况下为0，然后第二种情况就是20%，20%呢为1。好，我们用这种方式来更改这个随机的权重啊。好，我们再来试一下。来看这一边，现在大多数产生的都是 patrol 了patron 都是这个巡逻。好，可以现在产生的一次这个 resting 休息，现在下一次又是 patron 了。好，又一次休息。